哎呦，真的有点尴尬，大老远从安曼来到马特巴，还不知道这里要看什么呢，所以呢就得赶快的上网去做一些功课。我们今天制作了一日游去死海、跟马达巴、跟猫内布。好了，上车了。我们的车子缓缓驶出阿曼了。死海、马达巴跟猫内布是处于在阿曼南边的吧？现在我们就是跟着这辆车到驶向南方。你看到路旁有很多那些照片呢，就是一个礼拜后，约旦将会举行一个大选，就是来选他们的新的政府。第一站到了这个 Greek Orthodox Church， 里面在进行祷告仪式，礼拜就是不方便怎么讲述吧。我们估计那个地图是在这个地毯的下面呢。原来是在做一个婴孩的洗礼。الله يخليكم اياه تعبدوا بخير باي来这里就是看看这个地图。这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 Promised Land， 占据最大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，然后呢就是Bethlehem， 还有整个以色列、叙利亚跟约旦，就是这块地图就显示在这个地板上吧。好了，看了地砖后就离开这个教堂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这里就是马塔巴的市镇。好了，赶快坐上我们的车。接下来是来到的这个 Apostle Church， 入门票涵盖在 Jordan Pass 里面，就是这里。这边是售票处。
好了，我们进去这个教堂。来这里的目的就是看看这些地砖，这是罗马地砖嘛。其实它的地砖除了古老之外，它的艺术价值觉得还蛮一般的。他们说不可以踏下去，不过这个人可能是，我觉得是这边的导游吧，还是别踏了，毕竟从上看还是比较好看的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蛮空荡荡的。这还是一个蛮空荡荡的一个教堂啊。主要的应该就是看看它的地砖，那些罗马地砖。入门票涵盖在 Jordan Pass 里面，所以这个 Jordan Pass 还是不错的，就是你买了一个 Pass， 你就是可以做你的落地签，还有进一些旅游景点。现在我们处于马塔巴的市中心，基本上跟很多中东的城市一样，就是看头就没有什么看头吧，就是很多那种辉辉煌煌的尘土啊，这些的建筑物，就是还蛮，就是有点闷吧，就是除了景点之外，不过这就是基本的中东城市。哇，路途还蛮绿的，死海的路途，跟我们来的之前的那些景象还不同，就是看看天空有点灰灰的感觉，好像似乎要下雨了。我们现在在尼泊山上的路途，绿意盎然，可能它的海拔会比之前的高吧。哇，山上好了，到了猫尼泊，就是前面那座教堂。Is it covered by the Jordan Pass? Yes. 这就是猫尼泊。我们先前往售票处，据说应该是2个地图。现在我们凭票进入了这个景区，已经起了3个dinner，不是2个dinner。先大概讲讲这里能看到什么吧。就是这里是摩西是上帝指派的一个使者，上帝就指着这块地对摩西说：“这就是我给你的那个整个 Promised Land， 就是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啊，现在的约旦。这是摩西的纪念碑。估计那个教堂应该是给摩西的。这是尼泊高地，就是它的平原还地势蛮高的，天气不怎么作美，就是刚刚在马达巴那边下了一场阵雨，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在家里下呢。从这里天气好的时候，还可以看到整个约旦、以色列，还可能是叙利亚吧。这是教堂，
在外已经严禁在里面讲解了。我们现在进入里面了。我们先说背景，摩西是犹太教的创始人，在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中也有很高的地位。在基督教中，他是上帝的使者，也是代言人，一位仅次于上帝和耶稣。在伊斯兰教又是真主的6大使者之一，就是亚当、诺亚、伊布拉辛、摩西、耶稣，还有穆罕默德。那尼波山是约旦最值得敬畏的圣地之一，因为这里是摩西升天之地。摩西升天时的遗址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。公元2世纪以后，许多基督教徒来到了尼泊山，建立起了基督教堂，用来修行、传教和行医。现在的山头的主要的建筑物是公元4世纪初建的。教堂的地板镶有狩猎，还有各种鸟兽的图案，是典型拜占庭马赛克画的。这建筑物是新的吧？就是那些想当年以前建的那些旧的建筑物都在一场大地震给摧毁了，这就是新的。这就是上帝派给以色列人的他们的那块土地，就是通过摩西的视野。我们从这里看，这里是那不勒斯、杰里科、拉玛拉、耶路撒冷应该是在这里，然后呢，伯利恒，还有远远看到那块水就是死海。这是已故的教皇约翰保禄2世所建的、所种的橄榄树，周围就是以前的教堂的旧遗址，剩下这些地基。看完了猫尼布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打道回府。其实不是，还没回去，就是下一站是死海。猫尼波这个地方还是蛮偏僻的，就是没有什么大众交通工具过来，所以必须要自己安排1辆车吧，或者是参加当地的旅行团。